全球机队最老旧的航司，一般认为是服务于加拿大北方矿区的那些航空公司，例如北方航空、因纽特航空和闹里闹等。我们以前曾经介绍过，这几家航空公司经常向北部矿区运送人员和装备，因为那里没有正式的跑道，只能使用加装了砾石套件的波音737-200，机龄经常超过40年。波音公司那个年代的产品质量令人佩服，闹里闹航空确实也有一架737-200的机龄去年超过了50岁，但是他们其实还并不是全球机队最老旧航司，如果算上螺旋桨飞机的话，还有一家航空公司的资格更老，那就是水牛航空。美国有座水牛城，美国也曾经有一家水牛航空，但是咱们这里提到的水牛航空在加拿大，不在美国。加拿大人如此喜爱老旧飞机，让人赞叹与佩服。加拿大水牛航空的基地在 Yellowknife， 它是加拿大西北地区的首府，从埃德蒙顿一直向北约1000公里可以找到它。这里是高寒地带，距离北极圈不远。由于经常有暴风雪，陆路交通不方便，而且这里也没有火车，所以这里的交通依靠飞机。加拿大北方航空等几家航空公司在 Yellowknife 设有基地。由于喷气干线市场被抢走了，势力比较小的水牛航空只好另辟发财途径，那就是玩螺旋桨。水牛航空的主要机型长期以来是 L188， 这种飞机可以搭载约60名乘客，是著名的 P3C 猎户座反潜巡逻机的前身。水牛航空现在拥有5架 L188， 机龄都在60年以上，其中年龄最大的 C-FBAQ 号机龄 66.1 年，放在全球都是无敌的存在。在 L188 的加持下，水牛航空8架飞机平均机龄 57.7 年，在全球遥遥领先，无与伦比。水牛航空其实还有更老旧的机型，有人说它长期拥有几架 DC-3， 他家的 DC-3 最晚在2024年还有开机的照片，机龄大约75年。它还拥有一架双水塔，机龄已经56年。L188 的特点是机翼非常短小，这使得它可以在很窄的跑道上起飞，比较适合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密林环境。为了森林防火的需要，水牛航空将2架 L188 改为了消防飞机，其余3架拉货。水牛航空似乎承接了当地的森林消防任务，同时也拥有一批 CL215 消防飞机。水牛航空于2023年引进了一架波音737-300货机，机龄 38.5 年。引进后，这架货机曾经出没在埃德蒙顿和白马城等地，但不清楚此举是否代表了水牛航空的战略改变。水牛航空的优势是短途，特别是喷气飞机无法降落的简易机场。波音737-300无法加装砾石套件，无法突出这个优势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2025年的3月28日，水牛航空又引进了一架波音737-200，注册号 C-GTVO， 机龄 42.4 年。无论是 L188 DC-3 还是波音737-200，希望水牛航空将它们继续运营下去，也希望现在所有的飞机都能有这么好的质量，都能使用60年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